我住进了一个单身女子公寓，房东是一个老太太，她有着一些古怪的要求。然而不久之后，公寓里就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情。半夜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住斜对面的女孩早上醒来后总是精神萎靡。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硬闯入到了我的房间，半夜敲门的警察。同时，我也发现了房东可怖的秘密，也让我陷入了生死危机之中。悬疑小说千千万，三部学长占一半，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超长小说等你来看，精彩故事现在开始。这天我下班比较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路上感觉好像被人跟踪。一开始我以为是同路，但发现那人好像一直跟着我。我们公寓本来就比较偏僻，往这边走的人本来就很少，所以我不由得心中有些惊慌了起来。于是越走越快，但身后的人也竟然加快了速度。但还好我知道一条小道，急忙跑进了公寓。我急忙来到了门口，匆匆忙忙地从小包里翻找着钥匙，因为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已经跟越来越近，直到听到公寓大门被咯吱一声推开的一瞬间，我也刚好打开了房门，猛然冲进了房门，啪地一声闪身进去，急忙关门。我胸口起伏，急促地呼吸着，背靠着房门，一时之间不敢开灯。门外走廊传来一步步脚步声，径直向我的房门这边走了过来。我不敢开灯，急忙从包里摸出了手机，打算报警，但刚按下110，心中却突然想到，会不会只不过是公寓的某个人而已？因为平时自己都在努力工作，大部分时候回来都比较晚，而且每次回家路上很少遇到过人，所以才这么惊慌。但也不能证明对方就是坏人，很可能也是公寓里回来晚的人而已。想到这里，我的心中稍微释然。这么多年，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总是会缺乏安全感。我转过身，悄悄通过门上的猫眼往外看去，却赫然看到一个大胡子男人径直站在我的房门前。我不由吓了一跳，脑中急忙思索着是不是认识这个人。但这边的女生公寓为什么会有一个男人？那个大胡子站在我的门前，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不由又拿起来了手机以及防狼喷雾，眼看着那个大胡子伸出了手，好像是要推我的房门。我手有些发抖的再次按出了110，然后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我急忙一看，却是收到了一条经理宋文涛的短信，不由吓了我一跳，连不及看短信，我急忙向着猫眼看去，却不见了大胡子男人的身影。正当我疑惑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房门打开的声音，随之听见隔壁女人说话的声音以及关门的声响，我这才缓和了下来，原来是找隔壁女人的，看来果真是虚惊一场。可能是小时候因为爸爸赌博，经常被要债的追踪和闯入，自己一直以来心里都有着很深的阴影，时常会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自我惊吓。我叫顾红，是一名保险推销员，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我坚持到大城市来打拼。因为学历不高，而且刚来到一线城市，所以只好找偏销售类的工作，不仅可以积累经验，还能慢慢积累自己的人脉关系。刚来这边没有好的工作，兜里也没有多少钱，本来是想跟人合租的，毕竟能省点钱就省点，刚好看到这个房子招租，只招女生，但价格很便宜，我去看了一下，是一个很小公寓，就是稍微有点远，下了地铁要走半个小时的路，但是房间宽敞，而且还有公用客厅，关键是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房间里有卫生间，还能洗澡，而且还可以做饭，虽然只能用电磁炉，但很适合我。简单的一张床，一个桌子椅子，有个很大的柜子，看起来特别结实，感觉最豪华的就是这个柜子，里面站2个人都没有问题。可惜我没有那么多的衣服。房东是个老太太，看起来很热情，但我总感觉怪怪的。后来看多了，感觉可能是她面部有些生硬的原因，也许是年龄比较大的缘故。其实虽然说是公寓，但我大致扫了一眼，好像也没几间房子，也就是个10来间。最里面的屋子，说是有时候老太太自己住，但也是偶尔住，有时候好久也不在。没住多久，我发现斜对面房间住着一个20几岁的姑娘，比我早搬来一些时间，也是来城里不久，叫魏文丽。因为年龄相仿，所以打过几次招呼。我的隔壁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不知道在干嘛的。偶尔会看到住在最头比较靠近房东屋子，好像也有一个女子，但有些深居简出，很难碰到。其他几个房间暂时都没有看到人，应该跟我差不多，都是朝9晚5的人。可能是因为晚上的自我惊吓吧，整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虽然这是个小公寓，每个房间都挨着，但我发现房子隔音很不错，所以晚上整体还算安静。但迷迷糊糊中，我好像听到隔壁传来阵阵声响，虽然感觉那声音有些奇怪，不是很清楚，但后来想想，男女在一起，也就是那些事儿，反而让我越想越脸红。我之前有谈过男朋友，后来发现竟然跟闺蜜搞在了一起，于是就分手了。这也是我一个人跑这么大老远来这个城市的原因之一吧。我想重新生活，糊里糊涂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惊醒，爬了起来，急忙披上了外套。天已大亮，开门后才发现是斜对面的魏文丽，借洗发膏，她早上着急上班，知道我也是早班，这边距离小商店还有点距离，在地铁口，所以一般买东西都提前买好。我顺便问她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她说没有，也没有见到其他啥人，她昨天休班，几乎没出门，而且这边是女生公寓，哪怕是夫妻或小情侣，房东老太太都不愿意让住，平时也很排斥有其他男人到公寓来，甚至一些女子的男朋友也不愿意让进来，要么就搬走。听之前她那个房间搬走的女孩就说，因为男朋友来得太勤，房东太太很生气，她就搬走了。但也保不齐某个女的男朋友悄悄地跑进来，我也不太好说隔壁女人跟男人的事儿。
估计也是男女朋友吧。我感觉房东很奇怪，但仔细想想，一个专门的女子公寓，房东不让男人进来也是好事。刚好我也起床洗漱，这边公寓很奇怪，卫生间都会比房间的地面高出一小截。刚开始不习惯，我好几次差点摔倒。之前我去魏文丽房间溜达，闻到一股怪怪的腐臭味道，后来也感觉自己的卫生间也总是有一股淡淡的臭味，不知道为什么。魏文丽说可能是下水道反味吧，为此我买了好多熏香，但那种味道总是无意间跑出来。洗漱时依稀好像听到隔壁当当当的声响，感觉好像是在剁肉啥的。我只是好奇，之前隔壁女人很晚才起床，今天早上这么早就做饭，看来女人有了男人之后真是变化很大。不过细想自己也是，当年也是一大早就去给男友买早餐，甚至为了男友还跟家里闹翻，但结果只不过是个渣男。洗漱好，发现时间不早了，没连得及去做早餐就出门了。刚出门，住在最远处的那个女人却莫名其妙的在我门口，好像是故意守在门口。我有些警惕的打量着她，这个女人看起来40多岁，面容有些沧桑，但却打扮的有些花枝招展，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人。她向我打听有没有看到其他什么女人啥的，说的有点外地话，我听不太懂。我说不知道，对这里也不是很熟悉。没想到她却一下子进到我的屋子里，还边说着什么看看每个屋子有什么区别。我连忙说基本都差不多，你没事我就要去上班了。那女人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钻进了卫生间，在墙壁上乱摸，甚至还贴着耳朵好像听什么。我很生气，开始大声斥责她，她却一点也不顾忌，就像是警告我似的，让我最好离开这里。我非常生气，简直莫名其妙，说是要报警了，连忙赶走了她。等看到她消失了，我确认锁好了门，这才走出了公寓。忙碌了一天，结果有个男同事献殷勤，不知道该喜该忧。想到昨晚被跟踪，虽然是误会，但也打算早点回去。结果在那条小道上，竟然又看到了一个男人，虽然好像不是昨晚那个男人。我连忙快走几步，鼓起勇气想从那人身边抓紧过去，但突然被他给叫住了。我吓了一跳，惊叫一声。那男人连忙安慰我，让我别怕，他是警察。我这才透过昏黄的路灯看清楚他身上的警服。这位警官说他姓刘，问我是不是住在附近，见过一个叫什么瑞雪的女子没有。我看了看照片，挺清秀的，但却并没有见过。我说是刚搬来。刘警官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回到房间，还是有些心慌啥的，突然发现好像自己的水杯位置有变化。我是个比较谨慎仔细的人，但自从跟男友分手后，总是感觉有点精神恍惚，所以第一印象感觉水杯位置变化，但又感觉应该只是自己恍惚了，毕竟水杯一直就在桌子上，也有可能是自己没记清楚。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不知道为啥在墙壁上刻意听了听，可能受到一些早上那个疯女人的影响吧，或者单身久了，多少对隔壁男友隐隐的有些好奇心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动静了，应该是隔壁的男人已经走了吧。简单的做完饭，边追剧边吃饭，吃完饭后大致收拾了一下屋子，然后开门将垃圾袋丢在了门口，但这才发现早上因为走得匆忙，昨天的垃圾也都忘记丢掉了。公寓门口有个很大的垃圾箱，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将垃圾顺下去丢到大垃圾箱里，我也一般不会在门口放隔夜垃圾，多少会导致门口有难闻的味道。还好公寓门口有个灯，一般是晚上会亮一夜，所以不至于大晚上公寓楼下一片漆黑。我掀开垃圾箱的盖子，刚想将垃圾丢进去，看到有个黑色的大袋子鼓鼓娘娘的，就多少有点奇怪，一般大家都是生活垃圾，也不至于有这么大袋子的垃圾，但也没有多想，直接将垃圾袋丢了进去。只是在关闭垃圾箱盖子的一刹那，看到我的垃圾袋好像划破了那个大袋子，依稀看到好像有许多骨头渣和碎肉，但也并没有多注意这些，可能人家吃了肉骨头而已。回来后也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洗完澡后，我躺着刷刷剧或看会儿短视频，多少能让自己心里轻松一些。男同事又发信息约吃饭逛街啥的，随便应付。虽然我来没多久，但是这个男同事一开始就对我蛮照顾的，一开始还以为是上下级的原因，后来发现好像有点超越上下级的关系。我刚从一段痛苦的恋情之中走出来，实在是没有想好后续该怎么进行新一段恋情，稀里糊涂的睡着了，依稀间好像听见剁东西的声音，心想怎么这么晚还做饭啊，但实在是有些困，也就懒得管了。还好房子隔音效果还行，声音也不是那么的大。早上我早起做了一些早餐，打算给宋文涛，算是报答他对我的照顾。我刚出门，竟然看到房东老太太从隔壁房间出来，我心里一惊，房东怪异的看向我，我有些惊慌，心想这么一大早，房东怎么会在隔壁屋子里呢？房东看我看向他，有些气羞羞地说，不要带不三不四的男人过来，要不就搬走。说完拎着黑色塑料袋向着公寓门口走了。这时我好像看到最远处那个女邻居迅速地关上房门。接下来几天我一直没见到隔壁的女人，也没再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我估计是因为那个女人带男人来，结果被房东赶走了吧。魏文丽也很少遇见，包括我的洗发膏也没还我，但我也不好意思去要，只好新买了一瓶。这天晚上回去时又见到那个警官，但当时他已经在公寓楼道了，他好像是找房东，但是一直敲门没人回应。我扫了一眼就赶紧开门走进了屋子，但刚关上门就听到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我从猫眼看到是那位刘警官，这才开了门。你好，女生，我姓刘，是这一片的民警，之前我们好像见过。你好，刘警官，我连忙应和着。你知道你们房东今天在吗？刘警官随口问道。我不知道，您敲门，没人可能就不在吧？好像他也不经常住这边，听说有时候住他儿子那里。
我将我最近知道的一些情况都说了出来。刘警官应允了一声，随之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照片，然后递给我，问我有没有见到过。我看到照片里基本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但都没有见过，毕竟我来这里也没有多久。我如实告诉刘警官，刘警官点了点头，边收起照片边向我屋子扫了扫，随之给了我一个名片，告诉我一些常规的安全小知识以及防诈常识，让我遇事儿要及时报警，不要轻信陌生人，以及如果看到照片里的人及时告诉他。刘警官走后，反而让我心中有些惊慌，那警察拿着女孩的照片在寻找，肯定是这些女孩子都失踪了吧。我平时周六日也很少出门，这边公寓其他人也几乎很少能见到，看着一个个年龄都不是很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家人估计担心的要死吧。不知道万一我也丢了，那赌博风靡了的爸爸是不是还记得有个女儿？那个渣男前男友估计更不会想起我吧。我不由呆坐在椅子上，有些伤感，正想着事儿，突然听见敲门声，吓我一跳。我以为刘警官又回来，但从猫眼看，原来是魏文丽，说是还我洗发膏。我看她面容憔悴，询问是什么情况，她说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感觉睡不醒，脑袋晕乎乎的，每天睡醒感觉浑身酸疼，没啥精神，都好几天没去上班了。我说让她不妨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反而会好一些。她摆了摆手，说句再说吧，就打着哈欠就回去了。我本来想跟他多聊聊的，但他那个状态也就如此了。想着这周六日或者可以约他一起逛逛街，也算是我来这边除了同事接触最多的人了。最近在宋文涛的帮助下，在攻克一个对我而言的大单子，所以晚上我还在准备资料。别以为卖保险就那么简单，那里面各种条条框框的说辞以及计算方式都是很麻烦的，而且许多方方面面的都需要记下来才行。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但不知道为啥突然惊醒，好像就是猛然打了个盹。我以为就是几分钟，结果一看都晚上12点多了，但还有一些资料，只好洗把脸继续整理。突然好像又依稀听到一些动静，我去卫生间，但也好像没听到啥，感觉又好像是从外面传来的。我悄悄走到门口，从猫眼看，楼道的灯好像亮着，楼道是感应灯，应该是感应到了什么声音才亮起来的吧。我看了好一阵子，啥人影也没有，可能有人走过去了吧。我正要回去，但又依稀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从斜对面传来。大半夜的，难道魏文丽有啥事儿？我犹豫了一会儿，缓缓打开了门，在楼道里张望，没人。我悄悄来到斜对面门口，真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好似粗重的踹膝声。我心中很是奇怪，正想仔细听，突然碰到了门口的一个垃圾袋，声音戛然而止。我急忙跑回屋，关上了门。这一夜睡得糊里糊涂，半梦半醒的，一大早起来，发现2个黑眼圈。洗漱的时候还在想魏文丽房间的踹膝声，感觉不像是她的声音呀，但没有听说魏文丽有男朋友呀。或许人家一直就没有告诉我吧，毕竟也没有那么的熟，而且本身公寓也不允许男人进来，他的这种小秘密不告诉别人也属正常。但临到要出门了，我又想起昨天晚上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睡得迷迷瞪瞪，浑身不舒服，越睡越难受。如果是男朋友来了，也不会专门这么说吧。犹豫片刻，我还是敲响了魏文丽的房门，好一阵子她才开门，但脸色更差，精神萎靡，说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今天休息休息。我问要不要带她去看病，她说不用了，然后让我帮她带点维生素，之前身体虚的时候吃维生素就恢复了。我让她记得开窗通风，会不会是空气不流通影响到了，但最好去医院看看吧。魏文丽答应了下，就又休息去了。中午在宋文涛的帮助下，终于是完成了那个大单子，我心中也是非常的高兴，最起码我来到这个北方大城市，终于第一步算是落脚了。晚上大家搞庆功宴，我自是推脱不过，我本来不能喝酒的，但因为我的大单子，所以被灌了不少酒，尤其是宋文涛说他要开车不能喝酒，就只能我来代替，所以多少有些醉了。宋文涛说送我3番5次推脱，告诉他我坐地铁就行，甚至都走向了地铁口，但宋文涛还是开车赶上了我，推过不过，我只好坐了进去，一路拘谨。给宋文涛说了导航后，我只好装醉，我有些晕车，刚到公寓楼下一下子吐了，但也酒醒了好多。宋文涛帮我拍背，发现好像有点弄脏了他的衣服，我顿时尴尬至极。我说要不我帮你洗吧，宋文涛说不用了，擦一擦就行。我说那我拿湿毛巾帮你擦一下吧，就一起进了公寓。刚进了房间，我这才突然想起房东不让带男的来公寓，连忙让宋文涛轻声轻脚一些。宋文涛见我满脸桃红，又有些悄悄摸摸的让他轻声轻脚，以为我向他传达一些暧昧信息，顿时是脸色大喜，满脸奸笑。我到卫生间刚拧完毛巾出来，却看到他已经将上衣脱得七七八八了，我以为他是要将衣服给我擦洗，刚接过他手里的衣服，转身要放到桌子上擦干净，没想到宋文涛突然一下子从后面抱住了我，我一下子愣住了，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宋文涛推搡着倒在了床上。宋文涛不断撕扯着我的衣服，我虽然刚才稍微清醒了一些，但毕竟酒喝多了，本来就有些迷迷糊糊的，浑身乏力，只能勉强的挣扎着，口中不断的阻止着宋文涛，但他却越来越是兴奋，3两下就先将自己上身脱得精光，又撕扯掉了我的上衣。我用最后一丝力气使劲抓着自己的胸罩，不让他掀起来，口中不断的呼喊着，但是酒喝多了，口中喊不出完整的话来，反而更像是呻吟呼唤。然而就在我彻底要绝望的时候，突然感觉好像有个阴影照了过来，随之我惊骇地发现宋文涛的身后赫然站着一个人。我一下子酒醒了一半，甚至放弃了挣扎，努力向床下看去，这才看清楚竟然是房东老太太。我急忙拍打着宋文涛的肩膀，
但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酒醉，嘴巴里只能发出呵呵呵的声响。宋文涛看我几乎放弃了挣扎，反而大喜过望，嘴里一边碎碎念着我刚来公司他就喜欢上我了啥的，边一下子掀起了我最后的屏障。但与此同时，房东老太太手里榔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我感觉一股热血喷溅，宋文涛一下子扑倒在了我的身上，我刚要大声惊叫，就被老太太也砸晕过去。睡梦中我好想听到一阵阵砍剁东西的声音，就好似前几天听到隔壁的声音一样，我感觉浑身酸疼，缓缓地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捆绑在了床上，嘴巴也被胶带封着。我尝试着挣扎，但却发现毫无作用。砍剁的声音来自我的卫生间，门半开着，我努力向里面看去，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房东穿着一身黑色雨衣，浑身是血，正在砍剁宋文涛的身体。我浑身战栗，头皮发麻，惊骇地想大叫起来，但嘴巴被封，却发不出多大的声音来。房东听见了我的动静，赫然走了过来，手里还拎着一把斧头。我看到他浑身是血，可能是因为脸面狰狞，感觉整个脸都有些变样了。我害怕的浑身颤抖，房东却看起来也极为激动和愤怒，却见他嗓子沙哑，听起来不男不女怪异至极，不断地咒骂着我，说我是贱人，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啥的，就会勾引男人啥的。我听得莫名其妙，可能处于莫名的愤怒，但见他声音沙哑粗犷，尤其是手中拿着沾满血斧子，边骂边挥舞，我害怕的不断挣扎着，浑身胡乱的挣扎，嘴巴里呜呜的叫唤着，直到被他狠狠地打了2巴掌，在他一句句闭嘴再喊就将我剁了的威胁中才镇静了下来。还好房东老太太对着我叫骂一阵子，看到我终于安静下来之后，也便没有再有其他的手段。只见他在房子里气咻咻地转了几圈之后，这才又回到了卫生间，再次砍剁宋文涛的尸体。我一时之间大脑有些空白，甚至是一阵阵耳鸣，直到耳边再次传来了一阵阵砍剁的声响，却不由让我想了起来，哪天晚上隐约听到隔壁的声音，好像是这样。那天早上我一早起来，发现房东从隔壁的房间里出来，当时他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突然想起之前我倒垃圾的时候，就在垃圾箱里看到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那个塑料袋里有好多的碎骨头，难道说那些骨头就是那天晚上到隔壁房间来的那个男人以及隔壁的女人？我们这边公寓稍微偏僻，垃圾箱一般除了我们自己使用外，很少有其他外人使用，每周都会有个垃圾车直接拉走垃圾箱，然后再更换一个空的垃圾箱。那些骨头如果没人仔细去看，肯定不会一下子发现竟然是人骨。当然如果不直接将头颅丢进去的话，我脑袋空白一阵后又恢复了过来，连不及多想其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办法逃出去才行。我不断地尝试着活动2个被绑在后面的胳膊，发现竟然有些松动。我来回扫视着，发现我的包就在床边，我想尝试挪动身体拿到包，包里有手机，当时我还专门存了那位刘警官的手机号码，而且我包里钥匙扣上还有个迷你小刀。然而就在我刚尝试挪了2下身体的时候，突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一时间我和房东都愣住了。房东在愣神之后快步地来到了门口，竟是身手矫健。我刚发出呜呜的叫声，就看着房东拿着斧子恶狠狠地示意，再敢出声就砍了我。我连忙不敢出声，只是紧张地望向门口。与此同时，门口出来了魏文丽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帮她带维生素。我祈求着魏文丽能帮我报警，但马上就有些绝望了，她又怎么会知道我房间里的可不是情？魏文丽敲了一阵门，见我一直没有动静，犹豫了一阵子，我以为她会放弃敲门，没想到反而敲得更大声了，估计是以为我睡着了。此刻我却希望她赶紧别敲门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因为我骇然地看到房东缓缓地走到了门口，拿着斧子的手背在了身后，一只手却要拧动门把手，他竟然要开门。我吃了一惊，急忙挣扎着想出声提醒，但奈何嘴巴被胶带给粘着。房东转过恐怖狰狞而又怪异的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随之豁然将门打了开来。魏文丽见门打开，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是不是睡着了，我就说好像看到你回。说着话一下子被房东拽了进来，随之房东狠狠地将他摔在了地上，同时再次锁上了房门。魏文丽本身这阵子就格外虚弱，惊慌失措，好一阵子才从地上缓过来，直到看到被绑在床上的我，还是一脸懵。随着我的视线看到身后可不狰狞的房东时，这才惊醒了过来。魏文丽大叫一声，刚慌乱地站起来，却被房东狠狠一把推倒了床上。魏文丽看着一身是血的房东，这次惊得站都站不起来，房东却是看起来更加的亢奋了起来，一只大手在魏文丽身上胡乱地摸索着，口中却说着一些我最喜欢你们这种小屁股小脸蛋的女孩子了，每天晚上我伺候的怎么样呀？等我玩够了就轮到你了。后面的话是对着我说的，我却是感觉既惊悚又莫名其妙，她明明是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变态？但随着她来到床上的魏文丽身边，离得我更近了，我越来越发现房东的样子怪异，甚至看到好像连他的身子都魁梧雄壮了许多，难道他是假房东？想到这，我心里更是惊骇。魏文丽被房东拿捏着，只会蜷缩着发抖，甚至连大声喊叫都发不出声来，可能是魏文丽孱弱的样子更激发起了房东的激情，也许是嫌浑身是血的雨衣麻烦，只见他3、2下脱掉了带血的衣服，将厚厚的花裙子褪下，将头顶厚厚的卷毛假发摘了下来。我这才赫然发现，房东竟然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满脸褶皱和奸笑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撕扯魏文丽的衣服，魏文丽无力的挣扎，却2、3下就被打倒。乖，怎么现在不乖乖的了？还是得每天晚上用迷香，你才会怪怪的。我还是喜欢的乖乖的样子。他的话却一下子让我惊讶至极。魏文丽说最近老是睡不好，每天起来身体浑身酸疼啥的。她本来就有一些神经大条和邋里邋遢，难道每天晚上是被这个中年男人给
他竟然都没有发觉。可是他是怎么进到魏文丽的房间的？难道是半夜拿钥匙开门进去的？正在我惊讶和疑惑的时候，所谓房东的话却让我再次浑身颤抖。他说：“你这个死小丫头，每天的精神这么强，每天晚上睡那么晚，而且睡觉太轻，稍微行动老是会惊醒。再加上他最近主要在搞魏文丽，还没轮到我。本来也准备用迷香试试的，但没想到我也像隔壁的那件女人一样，他还没有连得及动手，就带野男人回来了。说到激动的时候，又狠狠地打了我2巴掌。一瞬间，我被打懵了。但更让我懵的是他说的话，他竟然也来过我的房间，而我竟然也是丝毫不知道。我因为常年缺少父爱，从小妈妈去上班，剩下我一个，担惊受怕，所以睡觉特别轻，老是会惊醒。而且新来到这个大城市，心中一直缺乏安全感，所以最近总是失眠，总是天快亮时才能睡着，偶尔早点睡觉，也只是迷糊一下，时常醒来。房东提到我后，又开始对我愤愤不平起来，3两下用破衣服将魏文丽胳膊困起来后，转身开始撕扯我的身上的衣服，边喊着还没有尝过2个人一起伺候。我被捆着，根本动弹不了，只能扭动身体，想办法挣扎，但多少无济于事。危机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的门铃声响了起来，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没一会儿，隐约我能听到好像是之前跟我打招呼的那个刘警官的声音。我眼前一亮，房东却是身体猛然一僵，同时急忙捡起来了地上带血的斧头，指着我们，狠狠地低声：“不许出声，否则砍死你们！”说着话，连忙捡起床上的衣服，塞在了魏文丽的嘴巴里。房东重新开始穿起了那套老太太的衣服和假发，甚至还掏出了香水，朝着全身喷了一遍。那香水很浓郁刺鼻，让我喉咙都痒痒的。我用手使劲捏了一下魏文丽的胳膊，用眼神示意魏文丽趁机开门跑。她现在几乎被房东给扒光了，但太过惊慌，我示意她好几次，甚至用手使劲掐她的胳膊，她好像才鼓起来一些勇气。房东悄悄站在房间里，静等敲门的人离去，但刘警官好像又去对面敲了敲魏文丽的房门。房东大致整理了一下那套房东太太衣服，看到裙子边缘好像沾了一些血迹，然后去卫生间处理。我赶紧低声呜呜叫着，示意让魏文丽起身开门。她胳膊被捆着，但腿并没有被捆住，但魏文丽浑身颤抖着，转过身背着我，却是想帮我解开捆绑，但我胳膊上的绳子有些紧，反而我发现捆绑她胳膊的衣服比较松散，可能刚才那个房东一顿折腾导致的，连忙将他胳膊上的捆绑给解了开来。魏文丽连忙扯掉嘴巴里的衣服，几声咳嗽，我赶忙示意他闭嘴。他惊魂失措的无声抽泣着，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捡起床上的衣服遮挡着身体。我再次急忙示意魏文丽先逃，现在的时候还管穿没穿衣服了，只有他逃出去了，我们2个才有希望。终于魏文丽鼓足勇气向着卫生间看了看，没有看到房东的身影，这才浑身颤抖着缓缓地起身来到门边。然而等他刚拧动门把手，房东赫然出了卫生间门口。我嘴巴被封，急忙发出呜呜声音，想让他快点，但魏文丽本来就这2天身体状况不好，再加上刚才被房东一顿折腾，手忙脚乱下险些摔倒，然后被房东一把拎起来，再次扔到了床上。魏文丽一声惊呼，瘫倒在了床上。她被房东3两下用胶带缠住了嘴巴和身体，蜷缩成了一团，躺在了我的旁边。房东又低声地警告了我们一顿，但或许是刚才魏文丽一声惊呼，再次引起了那个刘警官的注意，他再次敲响了我的房门，甚至有使劲拉扯的举动。房东有些气恼，检查了一下我们被捆住的手脚，却是赫然打开了我的衣柜。我惊讶地看到他钻进了衣柜里，一会儿之后竟然不见了身影，只是依稀能听到一些开关的声响。没一会儿，我隐隐约约好像听到门外走廊传来一些说话声音，隐隐约约好像是房东走了出来，骂骂咧咧地跟刘警官说，好像这些人都欠了他的房租就跑了啥的。难道说是真的房东回来了？我顿时又燃起了希望，嘴巴里呜呜地叫着，想办法挣扎着。然而没一会儿，我却是一阵头皮发麻，赫然想到那个假房东还藏在衣柜里，但是过了好一阵子，却不见衣柜里有任何的动静。随后我便隐隐约约听到一些说话声，但正如房东所说，整个房子都做了一些特殊隔音，听得不是很清楚。直到再次隐约好像听到门口房东的一些声音，我这才浑身一震。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房东说他每天都到魏文丽的房间，甚至还到过我的房间。那么他是怎么进来的？要么就是有钥匙，要么就是通过刚才他钻进去的衣柜。所以说那个衣柜竟然连着一个暗道，连着房东的房间啊。房东其实并不是一个老太太，其实她一直是一个中年男人假扮的，他真的是房东。想到这些，我不由有一阵的毛骨悚然。依稀听到刘警官好像前去跟房东说着什么，但好像没一会儿就被房东给打发了。我隐约能听到他皮鞋沉稳的脚步声一路走了过来。想当初第一次听到这个脚步声，我还以为是坏人，连忙钻进了房子。而此刻我多么希望这个脚步声能停下，打开房门来到我的房间里。然而那皮鞋脚步声只是在我的门口略微迟疑，便离开了。我急忙张嘴哼哼，使劲挣扎着，感觉双手终于开始有些松动了，然后
就在我努力的时候，房门突然打了开来，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从门外走了进来。房东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在努力挣扎。进门后，先是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又开始低沉的骂了起来。先是骂我，后来又是骂其他的女人，最后又是骂一个叫什么阿文的。我看到他到卫生间重新穿上了雨衣，然后径直来到了我的衣柜，在衣柜里一阵子倒腾，竟然拿出来了好些工具。果然，我刚才猜测的没错，我的衣柜里面藏着暗道，怪不得我当初就觉得屋子不大，柜子干嘛那么大。后来我去魏文丽屋子逛，发现她的柜子也是很大，心想可能就是这边公寓的装修特点吧，也才豁然想起，有一次我发现好像杯子被动过了，但是没特别去注意，但曾想过会不会是来过小偷，还特意检查了房间，并没有丢任何东西。后来还想过会不会是房东偷偷来过，因为公寓是他估计有各个房间的钥匙，还想着要不要给屋子里搞个摄像头来着。现在才彻底明白，原来他根本就不用钥匙进来，从柜子里就能进来。也不知道他利用这个柜子的暗道害过了多少人，怪不得那个刘警官老是在这边附近探查寻人，肯定也是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吧。这些方面还未等我想得更明白，房东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我又是惊骇又是恶心。却见他将宋文涛刮下来的肉体什么的装进了黑色的塑料袋里，然后将骨头装进了袋子了，用锤子使劲的砸，看到骨头没有那么大后，又将肉体和骨头再次用好多层的塑料袋装起来，用胶带缠紧。接下来开始打扫卫生间的血液，除了用洗衣液、洗洁精、84等，还用了一些其他的化学试剂，包括除味的，因为明显感觉到了整个血腥味一下子轻了许多。接着他开始在地上竟然和起水泥，然后又从衣柜里搬出了一些砖头，在卫生间浴室的另外一头垒了一个长长的台子，然后将装着尸骨和血肉的袋子放了进去，一些放不下的以及特别碎的骨头和皮肉内脏啥的又装进了另外的黑色塑料袋，正是我那天晚上看到垃圾箱里的那种袋子。卫生间的门半开着，再加上镜子的反射，我大致看到了整个过程，让我既毛骨悚然又恶心发颤，同时也让我豁然想了起来，之前我去魏文丽房间的时候，想看看我们房间的不同，就发现她的浴室另外一边就有那么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子，上面放着一些毛巾、浴袍和洗漱用品。当时我还以为是个专门用来放洗发露等什么杂物的，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台子里面有人。我惊骇的时候，突然听到魏文丽的抽泣声，将我又拉回了现实。我看着魏文丽好像捆绑的并不是很严实，想再次拉她帮忙，让她挣脱，但这一次她根本不理会我，只是浑身颤抖的埋着脑袋，低声抽泣。于是我重新开始想办法挣脱我的胳膊。然而当我的胳膊刚开始松动了的时候，突然旁边传来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铃声将我吓了一跳，男房东更是吓了一跳。谁的手机？你在干嘛？他急忙跑了出来，大声质问着我。我急忙摇着头，直到随着声音看向地上的衣物，我们才反应过来，那是宋文涛的手机。为了方便肢解，男房东将宋文涛的衣服都脱了，丢在了地上，他口袋里的手机也没顾上管，还好手机没响一会儿就停了。男房东急忙拿来了锤子，有些气急败坏的将手机砸碎。原本以为男房东会继续去卫生间干活，没想到他看了看蜷缩在一起几乎赤裸的魏文丽，已经差不多半裸被捆绑的我，突然又开始淫笑，兽性大发。他再次扯下了身上满是血污的雨衣，脱掉了身上那些老太太的伪装衣服。魏文丽明显更容易让他摆布，甚至没有丝毫的反抗了。同时他还不忘了大手在我的身上肆虐，边大笑着边嚷嚷着什么。但有一点我听到跟我想的差不多，每个房间浴室里的那个水泥台子果然是藏着一个人，然后他的意思是他将这些屋子再租出来，那些警察绝对想不到尸体就藏在这些住人的屋子里，而且租客更是想不到自己的卫生间里还藏匿着尸体，同时也是他一直以来处理尸体的不被发现的好方法。男房东虽然感觉累得有些气喘吁吁，但兴致却特别高昂，甚至不满足于胡乱摸，开始撕扯我的裤子。我被他拉扯的双腿成大字，死命想挣扎，但被他捆绑在床沿上，没法动弹。他3-2下就撕扯掉了我的裤子，我没法挣扎，但是因为双腿捆绑着，他的行动也不太方便，于是他开始将我的一只脚放松了一些。然而正当他撕扯我内裤的时候，好像是觉醒了一般，魏文丽突然一下子翻了起来，一下子扑向了他，对着他又咬又挠。刚才男房东为了享受办事方便，将魏文丽松绑了开来，他估计看魏文丽惊恐孱弱的样子，绝对不会反抗。然而魏文丽毕竟是个女生，加之本来身体就比较羸弱，而且今天还受尽了他的折磨，没一会儿就被男房东狠狠的一脚踹开。随之男房东冲上去对魏文丽一阵拳打脚踢，打得魏文丽一阵呜呜惨叫。我看到一股股鲜血顺着他嘴巴上的胶带缝隙流了出来。然正当此时，突然听到外面再次传来了敲门声响，我和男房东不由得同时愣了一下，他立马上前一把捂住了魏文丽的嘴巴。天降神兵，真是天降神兵！我将满天神佛感谢了个遍，而门外的声音却是那么熟悉，那个刘警官竟然又回来了。这一次警察却并没有直接去找房东，而是又一次的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想拼命挣扎，男房东一拳将魏文丽打得晕乎乎的，又立马扑倒了我的身上，捂紧了我的嘴巴，同时扇了我2巴掌，低声严厉警告着我，直到那个敲门声消失。但那个刘警官并没有走，而是依稀去敲响了旁边的房门，但他不知道我隔壁的房间里已没有人，很可能早已被房东给埋进了卫生间。男房东警惕地打量着门口，随后急忙站起来，再次重新穿起了那套老太太的衣服。然而他的衣服还没有完全穿好，我的门口再次传来了敲门声响。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刘警官又来到了我的门口，不知道为什么他
他竟然是如此的锲而不舍。我早已失去的希望又再次重燃了起来。我感谢自己那天跟刘警官有聊过天，他还记得我，更感谢刘警官带来的希望。我依稀好像还听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声音，那声音甚至有些熟悉，可能是我太期盼希望了。一刹那间，我甚至以为刘警官发现了此刻房东的秘密，门口已经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就像英雄，像神明一样，立马就能冲进来拯救我。门迟迟不开，但敲门声并没有断，甚至开始拧起了门把手，但是房门早被男房东反锁了。见警察迟迟不走，男房东一下子慌乱了起来，急急忙忙将砖块水泥封住了浴室搭起了的台子，然后慌乱地将那些工具放进了衣柜里。我以为他会像上次那样，再次从衣柜里跑到通道里面，然后以房东老太太身份将刘警官骗走。然而没想到没一会儿他又从衣柜里出来了，同时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子。刘警官去而复返，而且不断敲我的方面，明显是发现了什么线索。男房东也明显有些急了，他怒气冲冲地低声说道：你们这些贱人都该死，砍死你们！他们肯定想不到是我干的，我只不过是个房东老太太而已，现在杀了我们灭口，哪怕后续被警察发现卫生间的秘密，他也可以借着房东老太太的身份做掩护，有逃跑的时间。说着真的一斧头砍向了魏文丽。生死关头，我终于挣脱了被捆绑起来的胳膊，一把撕掉了嘴巴上的胶带，边大喊着救命救命，边猛然起身，一下子扑向了房东。房东出其不意被我扑倒，但却一斧子砍到了魏文丽的后背，斧子斜着下来，也划破了房东的大腿和我的脚。我和魏文丽几乎同时疼得大喊了起来，房东也惨叫一声，但随之坐了起来，摸索到了斧子，再次举了起来，这次却是直接砍向了我。我连忙慌张地向一旁爬去，砰地一声，我的房门被撞了开来。我抬头看去，只见刘警官跌跌撞撞地扑来了进来，他的身后还有另外一男一女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以及之前非要到我房间来看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邻居。猛然冲进来的几个人看到里面的情形后都是大吃一惊，不由一愣。还是刘警官反应迅速，但他刚要上前去抓男房东，男房东却一把抓住了魏文丽，将斧子放在了他的脖子上，场面一度僵持了起来。那些警察开始慢慢的诱导和劝降，刘警官想要解救我，但却在男房东严厉的威胁下，只好投鼠忌器的不敢上前。众人受限制于男房东，被逼着慢慢从房门外退去。男房东也用斧头逼着魏文丽慢慢走向房门口，同时喊着要警察给他准备钱和车啥的。魏文丽早已经失血过多晕了过去，整个脑袋耷拉着，整个身体都被男房东给提着。眼看着男房东要走出房门时，他却转身对着我奸笑，同时又有些惋惜的说道：可惜差一点就吃到你了，以后一定有机会的。他话还没有说完，我猛然拿出了防狼喷雾，对着他脸狠狠地喷去，随之我听到了他的惨叫声，随之便是那些警察一拥而上。小时候因为爸爸赌博，几乎是妈妈一个人带的我，甚至经常被一些地痞流氓追债。我从小就养成了胆小慎微的习惯，尤其是从小校园暴力欺负后，我慢慢习惯了一个人，也习惯了一个人去预防危险。我的包里会随身带一些防身工具，原本可能这个防狼喷雾是要用在宋文涛身上的，却没想到真正有了用途。随着一阵杂乱的声响，我感觉一件厚实的衣服从天而降，盖在了我的身上，最后便感觉整个天地都旋转了起来。没想到这个男房东是个变态，真的心灵扭曲那种变态。他叫陈志涛，父母出车祸去世，因此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后来听说是因为好多年前喜欢上了一个南方的姑娘，应该就是叫阿文的，结果那姑娘却跟一个大款跑了。从此以后他就心里产生了扭曲，他先是用他奶奶的身份改造了这里的房子变成了公寓，然后伪造了自己南下追寻女友的假象，开始扮演起了他的奶奶。而其实他的奶奶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只是被他偷偷的埋了。这个公寓他不仅改造了每一个衣柜，使一半镶嵌在墙壁里，然后留了一个特殊钥匙才能开启的隐藏隔间和直达他房间的通道，甚至每一个房间他都偷偷的安装了好多的摄像头，然后在自己房间的暗室里搞了好多监控的屏幕，几乎每一个房间里每一个人他都能监控看到。后来也确实如实交代，将阿文和那个男子骗到了公寓杀害，那是他第一次杀人，同时让他有时候变得疯癫和仇视年轻女子，也开始了他的变态杀戮之路。他用老太太的身份对外招租，且只招租那些年轻女子，然后慢慢了解对方的身份情况，尤其是那些外地来的，而且社会经历少且人脉关系少的女孩子就会成为他的目标。因为他有每一个房间的钥匙，他先会提前潜入房间，或者通过暗道进入到衣柜，然后用迷香迷晕对方，然后再迷奸对方。如果对方有发觉或者是玩够了，他就会残忍的杀害，最后藏在砌起来的浴室石台子里，然后再开始招租新的人。一些内脏和皮肉以及多余的骨头碎渣，他会要么喂野狗，要么直接大致处理后丢到垃圾箱里，因为门口的垃圾箱也就只有公寓的人用，而且也比较偏僻，不会有人乱翻，每过几天都会有垃圾车直接拉走，换成空的垃圾箱。有时候为了尽快掩饰公寓不见了人，那些被他害掉的女孩房间，他会尽快处理掉女孩的东西，尽快招人进来，哪怕暂时不合适年龄大一些的女子，所以他的公寓价格比较便宜，而我就是看中了价格才来到了这里。这样警察就算查，也一般不会太仔细去查已经住人了，尤其是住这个女子的房间。等到风声一过，他就会找各种原因撵这些年龄大一些和不太合适动手的女人离开，然后再招合适的女孩。如果招的女孩一直不合适，他也会继续撵走。所以他房子虽然价格便宜，但有许多苛刻的条件，比如必须是年龄不大的女孩，
必须是单身的，必须是不能带男人来，等等。毕竟他对外主打的就是女子公寓。当然，他之所以不喜欢男女混住，或者是女子招来男子进到公寓，主要是自从那个阿文走后，对他心里造成严重的创伤，根本看不得眼前的女子，尤其是在自己地盘属于自己的女子还跟对方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自然是方便自己的行动。然而，偶尔也有一些女子会偷摸带男人进来，但一般这种人他都会尽快撵走，除非是那女子原本就是他的目标。比如我隔壁的女人，她原本要对他下手了，竟然发现他勾引了其他男子。当他在显示器上看到两个人干柴烈火后，实在忍不住的愤怒，径直开门走了进去。这么多年，他已经害死了太多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住在走廊尽头的那个女人的女儿，她叫陈梅。她的女儿陈瑞雪半年前失踪，她通过各种途径发现自己的女儿最后就在这个公寓里住过，但是警方一直没有明确的线索，于是她就自己想办法住了进来。一个是刚好找个落脚的地方，自己女儿失踪在了这个城市，她要找一找；另一方面，她也在怀疑这个公寓，她早已注意到房东老太太会赶走那些年龄大的女人，而对于一些年龄小或者是表现风骚的女人会网开一面，所以她就将自己装扮得妖艳起来。她每天开始除了外出寻找女儿，就是暗中观察公寓，一有啥风吹草动就暗中联系之前办理她女儿失踪案的警官，就是那天找我询问的刘警官。这2天她越来越发现了房东的一些不对劲，尤其是从那天开始，我隔壁女人突然消失，而房东还出没过房间后，果然他那天是先注意到了我房间好像有一些动静，但当时他并不知道其实宋文涛跟我一起进了房间，他故意路过走廊，但并没有听到我房间里传来多少声响。但后来又看到斜对面的魏文丽来到我的房间后，一直没有出来过，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很怀疑什么，因为他早先就看到我跟魏文丽关系比较好，还以为是我们2个姐妹在一起聊天或吃饭。但没多久，刚好刘警官来到了公寓里，去敲房东的门，原本是告诉房东，鉴于最近因为电瓶车起火引起的各种火灾事件，要严格禁止电瓶车进屋的事儿。因为这天刘警官去了好多社区，而这边又有些偏僻，所以到晚上才过来的这边，但房东一直没有开门。后来他想起我住的房间，于是想敲门问一问房东的事情，以及顺便再宣传防范火灾的事情。那个时候房东通过柜子里的密道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然后开门，以房东老太太的样子，说是自己睡着了为由糊弄了刘警官，最后打发走了刘警官。原本他以为事情还能继续时，他万万没想到他们外面的动静，其实陈梅一直在门缝里注意着。当房东打发走刘警官后，竟然直接走到我们房间后，他也是大吃一惊，于是悄然地来到了我们房间门口，悄悄地听了起来。因为房东早先建造房屋的时候，为了犯罪将隔音做得比较好，且我跟魏文丽的嘴巴一直被用胶带粘着，所以他并没有听清楚具体的事情，但是也依稀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动静。于是他又连忙联系了刘警官，刚好其他的同事也在附近，刘警官就跟他们一起来到了公寓，再次敲响了我的房门。魏文丽并没有伤到腰椎，我去医院看望过她，警方帮忙联系了心理医生治疗，她的状态好了许多。3个月后，妈妈带我离开了这个大都市，魏文丽也告诉我，家里人也将接她离开这里，回到记忆里的家乡，而那个变态房东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